这边我们碰上了一群鸭子。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闲着没什么事，又来山里面了。这里有条小溪，刚刚下雨，小溪里面的水有点浑浊，平时常年不干，很清澈的。小溪里面有很多鱼。车子呢停在这里，从这里上去有2、3栋房子，也是闲置房。底下就是著名的幽水河了。这边进入村子的道路大概宽6米左右，都是水泥路面，还挺好走的。这条小溪啊，里面的石头圆滚滚的。房子啊就在尽头的前方。现在呢，我们把车开上去看一看。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小村子呢，是土家族聚居的村落。房子和我们苗族还是有点区别的。房子的下方有一处小鱼塘，鱼塘里面的水很浑浊，说明鱼应该挺多的。里面也长满了杂草，大概宽1亩地左右吧。我们已经进入村子了。这边只有2户人家。刚刚和村子里面的老乡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们说这边的房子都是闲置房，常年都没人居住。看对面的房子零零散散的，这里一户那里一户，几乎每一家住在一个山头之上。山里面的环境就是好啊，山清水秀，鸟语发香。底下就是一条刚刚我们经过的峡谷，峡谷常年流着溪水。这边啊，进村的道路两边都长满了杂草，还挺深的。这边往里面进去，还住的有户人家，独门独院的房子。看大山里面很多板栗树，到秋天来这边捡板栗很不错啊。抓紧时间带你们去看一栋闲置的木房，就在尽头的前方。我们已经来到了房子的后屋檐，来看一下房子的背后呢是一条马路，这背后呢只住着一户人家了。这边是他们家的土地，种的有柑橘还有板栗。房子是背靠着大山，面朝着小溪流的方向。对面呢零零散散住着几户人家。这边距离小溪也就50米左右，站在院子里面都可以听见小溪里面的水流声。这栋房子啊，我是专门走到房屋的背后来看一下瓦片，感觉啊都还挺不错。这是典型的土家民居，盖的也是青瓦。这样的青瓦2、3年检修一次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瓦片破碎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栋房屋呢，刚刚我们和老乡聊了会儿，不漏水的，每2、3年都有检修，而且房子打理的是干干净净，包括房屋的背后刚刚才打过除草剂。山里面不缺水，房屋的背后就有泉眼，平时呢就喝山里面的山泉水。房子的进深将近有5米左右，这是一栋3住4的房子。房子比较小，但是它的开间有4间。房屋呢已经用这样的围栏给围起来了，我们的车呢就停在门口的位置。实际上呢，把这个围栏打开的话，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这是独门独栋的房子，房子坐北朝南，
距离城里面将近有15公里。这里距离主路，也就是有公交车的位置，将近有200米左右，步行过去就可以到主路搭车进城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房屋的结构，倒还是挺不错的。有中间是堂屋，这边是卧室，那边还有2个卧室，加上一个厢房。楼层的高度将近4米左右，开间将近有3.8米。基本上这样的进深6米左右，就是单独的一间可以作为房间了。我发现苗族的房子和土家族的房子区别的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房子的进深了。土家族的房子我看了很多地方，大部分都是6米的进深，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8米到9米的进深。我们那边喜欢建5住7、5住8、5住9的房子，这边建的就是3住4的房子，所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门口他们家是种了一块玉米，这个时候玉米棒已经长出来了，这边是可以走得进去的。因为这户主人家呢是到城里面居住，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无法进去的。从这边走到院坝，给大家看一下。房子外面呢都是一些空地，这些地方现在也没人开荒，没人种东西。大家可以听见底下的水流声了吗？这边是他们家的2棵枇杷树。院子以前也是做了一个硬化，但是这层水泥呢比较薄，好多地方是起了坑坑洼洼。非常安静，房子呢通水、通电、通网络。其实房屋的结构还挺不错，基本上打扫一下可以拎包入住的。当然比较讲究呢，需要把这样的木头房子呢重新打磨一遍，重新上漆，也是挺不错的。我们这边都有一种习惯，木房子基本上就住在1楼，2楼呢基本上也不装修，就是堆放一些杂物。像他们家这栋房子也是如此，底下有几个房间，上面呢都是堆放杂物。大家不用担心像这样的房子到冬天它会吹风进去，实际上并不会的，因为在2楼的位置呢是隔开，用木板铺了一层。基本上房子的窗户都留得比较小，也就1.2米乘1.2米左右，所以整栋房子里面的采光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就像通过我的视频来这边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把这样的老旧木房子呢把整个窗户加宽一些，这样子整个房间里面更透亮一些，人住的呢也更舒服一些。这栋房子的对面呢已经全部打上了水泥地，所以基本上打扫起来也是很容易的。我们站在门口来环视一下周边的环境。车路呢就是从那里进来的，车子完全是可以开进院坝，底下就是小溪。对面的住户呢也比较少。这一间是他们家的厨房。大概有20多个平方左右，有一个小小的火塘。土家族的火塘它是随意的去建的，像我们苗族的火塘呢，我们一般就是放在最边上的那个房间，那根立柱前面一点点，我们是有讲究的。土家族呢就没有讲究了。房子的旁边有一小块空地，也都是他们家的。这边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淋浴
还有一个相当于类似于厕所之类的，都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再过去呢，还有点玉米地，可以清理出来，种点花花草草，也可以种点菜。而且我在想，这边如果背后的这个土坎把它围起来，这一大块啊，养点鸡鸭倒是挺不错的。这里面啊都有山里面的山泉水管，基本上可以直接饮用的。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大家不用担心山里面会特别的热。实际上靠近河边，每天吹着微风，到了晚上还是需要盖一层薄薄的被子才能够睡觉，要不然还是挺冷的。视频的最后，我们站在院坝，再反视一下四周的环境。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